Hello， 大家好！算法大逃杀全球人肉开荒计划第2站，澳大利亚来了。这期给大家精选了几个超有意思的澳洲宝藏频道，千万别错过。老规矩，先快速科普下澳洲小知识。澳大利亚国土面积全球排第6，足足769万平方公里，但2026年总人口也就2730万左右。说白了，整个澳洲人口还没上海一座城市多。它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独占整块大陆的国家。广州直飞悉尼大概7500公里，飞行10小时左右。虽然距离远，但时区和我们相近，不用倒时差。追剧蹲直播特别舒服。别看它人少，因为地广人稀，环境硬核，还有大片荒漠和特有野生生物，直接练就了澳洲人超强动手能力，脑洞超大，性格还特别硬核。每平方公里都见不到4个人的澳洲，当地人平时都在折腾什么？接下来就跟着 Tyke 一起解锁澳大利亚好玩的优质频道。第一个必须安利我的最爱 YBS Youngbloods， 博主叫 Brody Moss， 土生土长的西澳本地人。在全职做自媒体之前，他本职是一名持证电工，妥妥的稳定蓝领。2010年代中期，他毅然辞掉安稳工作，全身心奔赴自己热爱的海洋野外生活。频道名 YBS， 全称 Youngbloods Spearfishing， 直译就是热血潜猎。Brody 的视频全程真实记录西澳偏远海域的荒野日常，经常独自驾船奔赴无人荒岛，就地安营扎寨，野外找淡水，钻木取火，用鱼枪精准捕猎海货，样样精通。视频里超多近距离实拍镜头，能零距离偶遇座头鲸、鲨鱼，还有各种极具攻击性的海洋生物，全程原生写实画质，几乎不加滤镜，直白展现人与自然最原始甚至惊险的硬核碰撞。最圈粉我的一点是，有次他鱼枪失手被大鱼拖进海里，他想都没想，直接纵身跳海去追。网友都说，随便刷他一期视频都能找出7、8处高危操作，看得人全程捏一把冷汗。喜欢海洋、潜水和野外海岛求生的，这个频道真心强力推荐。第2位登场的是 Miller Wilson， 他是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的23岁小伙，从12岁开始就在 YouTube 记录自己和野生动物的日常，至今已有超过10年的户外探索经历。他坚持用第一视角镜头，带大家沉浸式近距离走进大自然。最硬核的是，他擅长徒手直面各种高危生物，毒蛇、巨型泥蟹，甚至鳄鱼都不在话下。早年最出圈的名场面，就是12岁那年在海滩亲手帮一只搁浅的毛鱼完成接生。他的频道里有大量24小时荒野生存，甚至更长周期的极限挑战，常常不带任何现代装备，从零搭建原始庇护所，采摘野果，野外捕猎，完整演绎最原始的荒野生存逻辑。他的探索脚步也不只局限澳洲，还深入婆罗洲、蛇岛等全球极端秘境，拍摄超多罕见珍稀物种，真实还原澳洲内陆的极端干旱环境，还有无处不在的蚊虫侵扰。看他的视频，观感特别舒服，真实不做作，但全程又让人捏着一把汗，总忍不住替他担心，下一秒会不会被毒蛇偷袭。前面我们看完了海洋野趣、陆地硬核博主，接下来这位可以说是全球荒野建造流派的开山鼻祖，他就是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 John Plant。 在爆红全网之前，他只是一名普通的草坪修建工人，没有专业头衔，更不是什么官方生存大师，一身硬核本领全是在澳洲荒野里靠着数千小时独自摸索实操练出来的。John 进从零极简到极致，全程只穿一条短裤，完全不用任何现代铁器、绳索和胶水，石斧、陶罐、织布机等等所有器具全都就地取材，凭泥土、石头、原木纯手工打造。他的频道最绝的特色，全程零对白，没有解说口播，没有配乐干扰，只有伐木、凿石、生火劳作，最纯粹的自然白噪音。应该很多人都爱看荒野求生类内容吧？我最沉迷他的就是这种无声沉浸式建造，完全脱离现代工具的原始质感。每次心烦静不下心的时候，点开他的视频，整个人瞬间放空，特别解压治愈。接下来登场的是 Misfit Minds， 这是一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恶搞团队，从 TikTok 出圈，一路火爆席卷 YouTube。
这群人完美诠释了澳洲文化里狂野随性、放飞自我的损友本色，也是目前澳洲涨势最快、互动氛围最炸裂的频道之一。他们的人生信条就一句话：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他们的恶作剧不走低级吓人套路，全是精心策划的大型社死名场面，莫名其妙给陌生人送上100份披萨，雇专业演员在脱口秀现场疯狂挑战不许笑底线，跑到爱尔兰街头花式表演如何优雅倒出一杯难喝的啤酒。视频里满是和路人的随机即兴互动，加上澳洲人本身性格直爽随性，自带锋芒，每次碰撞都充满意想不到的戏剧效果和黑色幽默。除了恶搞路人，频道更大的看点是成员之间互相整蛊，相爱相杀，不加修饰，直白又硬核的澳洲式互怼打闹，正是这个频道最抓人、最有灵魂的地方。聊完趣味整活频道，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 Mighty Car Mods， 堪称全球改装车领域的鼻祖级存在。和那些只会砸钱玩豪车的账号完全不同， MCM 主打挖掘平价二手车的极限潜力，他们脑洞从不设限，用吹叶机给破旧小车加装涡轮，把普通家用买菜车硬生生改成能驰骋赛道的性能猛兽。视频里全程都是实打实的机械改装细节，焊接作业、电路重构、引擎大修，全部直观呈现。更难得的是，他们从不刻意包装完美效果，改装中遇到的失误、漏油故障、零件损坏全都如实记录，翻车后冷静拆解复盘，一步步补救。这份真实接地气的硬核感，才是频道最圈粉的魅力所在。喜欢汽车改装的朋友，这个老牌宝藏频道一定不能错过。接下来这个频道相当有意思，竟然主打全程行车记录仪实拍，专门收录各类车祸与道路名场面，在澳洲更是妥妥的国民级频道。账号由一个叫 Henry 带领团队运营的，不过他们并不刻意制造内容。自2013年创立以来，他们搭建了庞大的民间投稿社群，每天收录整理全澳各地车友发来的上百段行车记录仪真实画面，内容不仅有惊险车祸瞬间、各种离谱违章操作，还有极具澳洲本土风格的硬核路怒名场面。除了道路事故，这里还有超多澳洲限定名场面，袋鼠肆意横穿高速，巨型蜥蜴占道拦路，以及极端暴雨、山火天气里的惊险逃生画面。每月合集更是频道王牌，没有花哨放剪辑，不加多余特效，一段段原汁原味的真实现场直击，扑面而来的真实冲击力，远比刻板的安全教育片更有警示和震慑力。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频道，由澳洲一对年轻夫妇打理，他们可不是偶尔出去散心的周末露营玩家，而是实打实的全职游牧家庭，一家6口，带着4个孩子，还有刚出生不久的新生儿，常年在路上生活。夫妻俩卖掉房产，舍弃大部分家产，把整个人生都装进房车，开启了四处旅居的生活。视频真实记录带着新生儿在澳洲荒野免费露营的日常与各种现实挑战，没有精致摆拍，不刻意营造氛围感，全程都是最接地气的硬核生活实录。物资补给规划、狭小空间里的家庭相处、野外生存的各种难题，全都真实呈现。看完我忍不住好奇，难道孩子们都不用上学的吗？虽说我平时很少聊时政，但刷到这个频道，还是忍不住一口气连看好几期。频道的核心人物是 Anne Toomey 女士，她是澳大利亚顶尖的宪法权威专家之一。整个频道主打通俗宪法科普，把晦涩的法条讲得浅显易懂。每当澳洲政坛爆出各种离谱事件，比如前总理秘密兼任多个部长这类争议操作，他都会第一时间出面，不带任何政治立场和偏见，纯粹从宪法条文角度理性拆解，把整件事合不合理、合不合法梳理得明明白白。我本身并不热衷政治，但特别欣赏他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辨。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复杂事件，容易看不清是非，辨不明对错。多看看他的分析视频，确实很有启发和收获。接下来钓鱼佬直接有福了，我特意整理搜罗了好几个澳洲本土资深钓鱼博主，一次性分享给大家。个个都是经验老道的硬核钓友，实力完全不用多说。一边是澳洲绝美的海岸风光，一边是各种稀奇又肥大的海货渔获，看点直接拉满。平时总空军没法出门垂钓的钓友，跟着视频沉浸式过眼瘾、过手瘾，绝对过瘾哈！再来给大家安利一位超接地气的澳洲本土农场主，带你沉浸式走进真实澳洲乡村，近距离看看当地农民最原生态的日常模样。全程没有滤镜包装，也没有剧本演作，记录的全是农场原汁原味的真实生活，畜牧放养、田间打理、日常农活劳作，还有淳朴的乡村风土人情，真实又治愈，能真切感受到澳洲农场慢节奏的生活状态。特别要说的是，这位女主特别有魅力，
性格豪爽大方，不拘小节，面对镜头松弛又自然，一点不扭捏做作，自带很真实的烟火气场。最后给大家安利2位极具个人魅力的宝藏博主，也是在 Reddit 上被无数网友疯狂力挺的良心创作者。第一位是公益除草达人 Tim， 他固定每周5免费上门帮人割草、打理庭院，全程义务，分文不取。他专门留意那些杂草丰场、几乎被灌木淹没的老旧宅院，专门帮扶行动不便、生活困难或是没有能力打理院子的住户，免费帮他们彻底清理改造。视频全程没有多余废话，入耳的只有机器引擎的轰鸣、除草切割的声响，配上杂草被清理前后的惊艳对比，看着特别解压治愈。另一位就是 Bo Miles， 我推荐他是因为他做出了一个超有温度的决定，把自己 YouTube 所有的广告收益一分不留，全部拿来购置树苗、租赁植树设备，在他维多利亚州的农场以及周边大片荒废土地上坚持大规模造林绿化，实实在在做公益，默默守护自然，三观正又有情怀，在澳洲收获了超高人气，圈粉无数。好了，以上就是我翻遍全网，从数百个频道里精挑细选出来的澳洲优质宝藏博主合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私藏的澳洲有趣频道？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交流。所有整理好的频道信息，我都统一放在下方简介里了，大家点击即可跳转。到这里，算法大逃杀全球人肉开荒计划澳大利亚站就正式收官完结了。咱们下一站再见，拜拜。